我常常讲，真正读懂佛法的人，心里面其实都藏着一把刀。这话说出来，很多老居士可能要吓一跳。男老师学佛修道不是讲究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吗？心里怎么能藏着一把刀呢？你们要晓得，这把刀不是让你拿到社会上去逞凶斗狠去伤人的，它是用来干嘛的？它是用来斩断那些以善意为名，实际上却让双方都陷进更深业障里的执念。你们大半辈子走过来，是不是经常有一种感觉，有时候你越是退让，越是为别人着想，当你自己遇到难处，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反而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不仅没人帮你，甚至还有人暗中算计你，把你当软柿子捏，你心里觉得好委屈啊，觉得老天爷不长眼，自己行善积德一辈子，怎么尽招惹些小人？我告诉你们，不要去怨天尤人，一切人际关系的波澜，它的根源往往都在于人性底层的2个字：权衡。别人为什么敢明目张胆或者暗戳戳地算计你？佛法讲得很清楚，世间万法皆是因缘果报。那个算计你的人，他心里早就算过一笔账了，他掂量过后，觉得算计你能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惹怒你的代价。他一脚踩在你身上，发现你不仅不敢喊痛，还会陪着笑脸说没事没事，吃亏是福。那他下次不欺负你，欺负谁？人性就是趋利避害的，你的软弱就是别人得寸进尺的通行证。很多人跑来找我诉苦，说自己对朋友多大方，对亲戚多包容，对儿女多心软。我听完只能叹气，你们那个不叫慈悲，那叫共业。你用一种看似体面、看似伟大的方式，把别人心里的贪念和狂妄给喂胖了，最后连带着把你自己也推向了深渊。大家平时读佛经，读到的是悲悯，是舍离，是众生平等，这些当然是佛法智慧的精髓，但是在那些文字的缝隙里，还藏着一段更深的学问。很少有人真正碰触到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不仅教人慈悲，他同时还教人能断。你们知道《金刚经》的全称叫什么吗？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为什么厉害？不是因为它坚硬无比，而是因为它锋利，它能斩断一切虚妄。真正的修行者绝对不是一个对所有人敞开大门，对所有破事儿都忍耐，对自己所有的软弱都纵容的人。真正的修行者心里跟明镜一样，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眉目低垂，什么时候必须放下慈悲，拿起那把金刚之刀，立下规矩。今天我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会让在座很多以善良自居的朋友感到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他要扒掉你身上那层伪装，让你正视一个血淋淋的真相。你以为的善良，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逃避。你在逃避人际冲突，你在逃避得罪人之后的孤独，你在逃避那个你压根还没准备好去面对的真实世界。所以咱们今天不讲虚无缥缈的空理，我们就讲这世间法理的安身立命之道。我不是教你们去学坏，去做凶神恶煞的人，而是希望咱们的老朋友都能在这个纷繁杂乱的世道里，成为一个有立场、有锋芒、有智慧的好人。无论你这个人心地有多么善良，有多么愿意为别人付出，在接下来的5件事情上，你必须心狠，你必须斩断。你要让那些试图试探你的人清晰地看到触碰你的底线，他将要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这绝对不是报复，也不是情绪失控，这是一种大智慧的自我保护，
如果连你自己都守不住你自己的道场，其他人怎么可能拿你当回事？法句经里有句话讲得好，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才是自己的归处。能斩断这5种恶缘的人，我跟你讲，他不仅现实里没人敢惹，他在这世间的福报也绝对不会浅。那到底是哪5件要命的事？我们就算咬碎了牙也绝不能妥协。咱们今天关起门来，一件一件的把这人心底层的窗户纸捅破。大家听好了，先把你的心沉下来。我们先来看这第一道，也是最容易不知不觉把你家运耗光的催命符，叫做无底线地承接别人的垃圾情绪。很多老人家一听心里纳闷了，听别人诉诉苦，怎么就成催命符了？人家心里憋屈，找我倒苦水，我耐着性子听完开导人家，这不是结善缘吗？这不是日行一善吗？我告诉你们，大错特错，你那不叫结善缘，你那是把你自己的清净心敞开了大门给别人当垃圾桶。前几年有个开小卖部的老张，老张这个人啊，面相和善，说话轻声细语，出了名的热心肠。小卖部开在街坊弄堂里，邻居们谁家有个鸡毛蒜皮的烦心事，都爱上他那儿去坐坐。有一天下午，街坊李婶来买瓶酱油，往柜台旁边的破藤椅上一坐，眼角一耷拉，开口就开始骂儿媳妇，骂的那个狠啊，吐沫横飞，眼冒凶光。他天天就知道花钱，家里的地扫过一次吗？碗洗过一次吗？我真是做了孽，娶这么个败家精进门。李婶越骂越激动，一边拍大腿，一边直喘粗气。老张在柜台后面搓着手，陪着笑脸，连连点头，是。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您老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老张以为自己这叫包容，叫与人为善。等李婶倒完苦水，心里舒坦了，拎着酱油刚走，隔壁单元的老王又提溜这个空酒瓶来了。老王是来抱怨儿子的，越说越怒，一巴掌啪的重重拍在玻璃柜台上，震得里面的打火机哗啦啦直响。老子辛苦一辈子给他交了首付，他现在居然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这简直是养了个白眼狼。老王咬牙切齿，满脸的怨气。老张呢，又赶忙倒了杯热水递过去，跟着一块儿唉声叹气。就这么日复一日，街坊邻居谁心里有阴暗面，有怨恨，有嫉妒，都往老张这里跑。结果怎么样呢？半年不到，老张原本红光满面的脸，眼袋耷拉到了颧骨，印堂发暗，脸色发青。到了晚上，沾了枕头就是睡不着，一闭眼，脑子里全是李婶，那咬牙切齿的脸，全是老王拍桌子的声音。他心慌啊，胸口闷得像压了块大石头，冷汗直冒。更可怕的是，老张的脾气变了，老婆问他一句账目的事，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张嘴就吼过去。顾客来买东西，多问2句价钱，他一脸不耐烦地怼人家。家里天天因为一点小事鸡飞狗跳，老婆甚至气得回了娘家。慢慢的，邻居们觉得老张这人怎么变得这么乖戾，谁也不来买东西了。好一个铺子，不到1年彻底关门大吉。老张自己还查出了严重的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诸位，你想想看，老张做错什么了？他没偷没抢，没害过一个人，他只是心太软，听了别人的几句抱怨，怎么家运和身体就全败光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别人心里装满了对儿媳妇的怨恨，对儿子的愤怒，对老天爷的不满，那是什么？那是恶业，是阴沟里的脏水，
是毒性最强的负能量，它跑到你这里叽里呱啦一顿倒完了，他把业力甩出去了，他心里一阵轻松，拍拍屁股回家睡觉了。你呢？你毫无防备，你把这盆脏水全接在自己心里了。你们要晓得，人的精气神是极其有限的，也是极其宝贵的。佛法讲得很清楚，维摩诘经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自心是道场。什么是道场？不是你跑到名山大川去建个大庙才叫道场，你自己的这颗心就是你修行的道场，就是你全家人福气的泉眼。如果你这个泉眼干干净净，你家里的风水就顺，你的儿孙就得福报。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天天挑着一担污水往你的泉眼里倒，你不但不制止，还笑眯眯地说没关系，你倒吧，你这不是活菩萨，你是个破烂篓子。我们老祖宗讲，气场这个东西是会传染的，你整天浸泡在别人的怨气、哀气、怒气里，你的心神就会被打乱，你的心一乱，你的磁场就破了，你原本该有的好运气、好精神全顺着这个窟窿漏出去了，招来的全是晦气和病气。老张最后为什么会发脾气？为什么会家宅不宁？就是因为他的清净心被染污了，别人的烦恼硬生生变成了他自己的烦恼。所以这五不离的第一个步，就是坚决不承接别人的垃圾情绪。以后再遇到那种能量层次极低、满肚子怨气的人来找你诉苦，你怎么办？你要懂得静默，要懂得切断。你不需要去跟他争论，也不需要去劝他，因为你劝不醒一个执迷在情绪里的人。我教你们一招最实用的，他一开口抱怨，你就赶紧站起来，你要去扫地，你要去厨房看锅里的汤是不是扑出来了，你要去接孙子放学，你哪怕说一句我肚子疼，去上个洗手间呢，用行动干脆利落地切断它。别人一看你忙，知道你这里没有扔垃圾的地方，自然就闭嘴走人了。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要怕得罪人，得罪一个情绪吸血鬼，保住的是你全家的清净太平。你守住了自己的心，才叫真正的慈悲，这叫对恶缘心狠。听到这里，有人心里可能就要打鼓了。南老师，您说外人的情绪我能躲，我能站起来走人，那如果不是外人呢？如果是我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亲兄弟姐妹呢？他们要是走了弯路，遇到了坎，天天跟我这儿哭诉，我还能狠下心不管吗？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第二条红线了。这也是最容易让在座各位老朋友折寿，把命搭进去的一道大关卡。这第二道催命符恰恰就是越界干涉，分不清人我之分。很多做长辈的一辈子吃苦受累，到了晚年最放不下的就是儿女，儿子非要去投资一个看着就不靠谱的生意，你急得整宿睡不着，苦口婆心去劝，甚至挡在门口不让他出门。女儿找了个不求上进的男朋友，你天天抹眼泪，非逼着他分手，甚至跑到人家家里去大闹。亲戚朋友也是一样，看别人走弯路，你恨不得冲上去替人家把方向盘打死。你以为你这叫负责任，叫无私奉献，对不对？你嘴里最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可是结果呢，你拼了老命去管，落得个什么下场？儿女跟你翻脸，把你当仇人防着，亲戚嫌你多管闲事，逢年过节连个电话都不打，你气得捶胸顿足，觉得这世上全都是没良心的人。你们要晓得，你以为你是在帮他们挡灾，其实你是在造次，是在扰乱别人该承受的因果磨练。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个人有个人的业力，
个人有个人的福报和劫数，有些难抢，他这辈子非得去撞一次，撞得头破血流，痛到骨头缝里，他自己才能真正醒悟过来。那是他生命里必须要走的一段弯路，是他灵魂必须要经历的一次扒皮抽筋。结果你倒好，你心一软，非要横插一杠子，硬生生替他把这个结给挡了。你以为挡住了没有用的，你不仅没挡住他的灾，你还把他的业力硬生生背到了自己身上。他该受的苦没受够，将来还要在别的地方加倍摔跟头。而你呢，因为强行干涉了天道运转的规律，折损的是你自己的精气神，败坏的是你自己的晚年运势。我们老祖宗里真正把这个人我之分的界限守到极致的是三国时候的诸葛亮。建兴12年，秋风吹得5丈原的帅帐哗啦啦的响，帐篷里冷得像冰窖。诸葛亮躺在病榻上剧烈的咳嗽，他手里死死攥着那把羽毛扇，手背上全是青筋，连呼吸都拉着风箱一样的破声。这个时候蜀汉的大权全在他一个人手里。远在成都的后主刘禅，也就是那个阿斗，天天在后宫里看人斗鸡走狗，昏庸无能，连老臣的奏折都懒得看一眼。帐前站着的亲信将领看着丞相咳成这样，扑通一声跪在榻前，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说：丞相，陛下实在不是一块料啊，眼看大汉基业就要毁于一旦，您手里有兵有权，威望正主，您何不取而代之，或者另立明君？只要您一句话，弟兄们立刻动手。诸葛亮听了这话，半闭着眼睛，艰难地摇了摇头。他缓缓抬起那只枯瘦的手，指了指帐外的夜空，喘着气说了一句：天命不可违，臣道不可越。诸葛亮神机妙算，他难道不知道刘禅是烂泥扶不上墙吗？他难道不知道蜀汉的气数已经被刘禅耗得差不多了吗？他比谁都清楚，如果他要管，以他的手腕废掉刘禅，自己当皇帝，或者换个听话的傀儡，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诸葛亮至死都没有跨出那一步。为什么？因为他懂大道，他知道什么是自己该尽的本分，什么是别人该担的因果。他的本分是受了刘备托孤的恩情，所以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把自己的这条命填进去打仗治国，但他绝不越过君臣的界限去干涉蜀汉最终的天命，更不越界去强行剥夺刘禅做主的业力。刘禅昏庸，那是刘禅自己要承担的亡国之君的因果。蜀汉灭亡，那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的定数。诸葛亮心里明镜似的，他只要一越界，篡了位或者废了阿斗，他这就叫强行干涉因果，不仅毁了自己一世清明，惹来无尽的内乱和杀戮，更会让自己万劫不复。所以诸葛亮选择了放手，选择了闭嘴，他只管做好自己的事，至于天下怎么变，他守住了最大的道。诸位，你看老祖宗的智慧多深啊！连诸葛亮这样通天彻地的人物，在面对别人的因果时，都知道要止步，都知道不能强行去干涉，何况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你回头看看你自己，你为了管儿子管闺女，搞得自己神经衰弱，天天跟防贼一样盯着他们。你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你以为你是他们的救世主，其实你只是个执念深重的糊涂人。你把不该你操的心全操了，结果就是放着自己该管的事不管。你该管什么？你该管你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毛病，你该管你自己的这颗心
有没有亲近下来？成年人之间，哪怕是亲生父子，最好的关系也不是互相控制，而是彼此成全。不要再用我是为你好这个借口去把干涉当成爱，把控制当成关心。你那所谓为他好的指路明灯，不仅照不亮他的路，反而晃了他的眼，让他连本来该怎么走都不知道了。这第二条红线大家必须要记住，别人不主动来求你，你千万不要去强行出头。别人就算求了你，一旦涉及到他自己必须要跨过去的业力关卡，你点到为止即可。劝一次是本分，劝2次是情分，非要劝3次4次，甚至帮他做决定，那就是你的灾难。该放下时就得放下，该闭嘴时就必须闭嘴，让别人去走别人该走的路，受别人该受的苦。你守好了自己这3分地，你的命盘才不会被别人拖垮。明白了精神上因果上不能越界，咱们接下来再看看物质上利益上的纠葛，这也是很多人吃亏吃得最惨的地方。有的人啊，钱借出去了，东西送出去了，最后还落得个里外不是人。这第3道催命符一旦贴在你身上，那可真是倾家荡产，骨肉反目啊。这第3道催命符是什么？就是无底线地付出。很多老人家一辈子勤勤恳恳，心里总有个执念，觉得做人要厚道，能帮一把是一把。可是你们要晓得，你毫无原则的给，把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给喂饱了，最后他反倒要狠狠咬你一口。有个修家电的刘师傅，手艺精湛，脾气更是出了名的软糯。街坊邻居谁家的电风扇转不动了，下水道堵了，只要在楼下扯着嗓子喊一声，老刘受累给瞅瞅呗。刘师傅二话不说，放下手里的饭碗，提这个旧工具箱就屁颠屁颠的去了。修好了，1分钱手工费不收，有时候连换零件的钱都自己悄悄垫上。大家当面都竖大拇指，夸刘师傅是活雷锋，大善人。刘师傅听了心里也美滋滋的。可是啊，就在前阵子入冬的时候，刘师傅得了重感冒，发高烧39度多，大半夜的，他裹着2床厚被子躺在床上，直打摆子，额头上全是虚汗。就在这个时候，搁在床头的手机疯狂地震动起来。楼上老李家半夜水管爆了，水漫金山。老李在业主群里疯狂地艾特刘师傅，让他赶紧带工具上来修。刘师傅这回是真爬不起来了，连气都喘不匀。他哆嗦着手在屏幕上戳了半天，回了一句：老李，我今天病得起不来床了，实在对不住，你赶紧花钱叫个外面的水电工吧。这句话刚发出去，群里瞬间就炸了锅。老李直接发长语音开骂，声音从手机喇叭里刺耳地传出来：姓刘的，你什么意思啊？平时装得跟个大善人似的，现在街坊有难你见死不救，你不就是嫌大半夜没给你塞红包吗？自私自利的老东西。紧接着群里平常那些找刘师傅免费修过东西的邻居，不仅没人帮他说话，还有几个跟着阴阳怪气的附和。就是啊，平时看着挺热心，关键时刻掉链子，真不够意思。刘师傅躺在被窝里听着这些语音，那一瞬间身上的冷汗唰的一下就冒出来了，连烧都好像退了一半。心里的委屈啊，就像被人拿钝刀子在肉上深深割一样。他一拍床板，突然幡然醒悟，我这大半辈子免费倒贴，感情在他们这群人眼里，那全是我该欠他们的。诸位，你想想看，刘师傅委屈不委屈？太委屈了。但是他落到这个下场，冤不冤？我告诉你们，一点都不冤。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以为你在行善积德，
其实你是在造恶业。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什么？这叫共业。人与人之间打交道，他不断的索取，你无底线的给，你的每一次退让，每一次有求必应，都在别人心里种下了一颗贪婪和傲慢的种子。他的贪念是被你的软弱给壮大的，他觉得一切理所应当的狂妄是被你的退让给滋生出来的。他对你的恩情不仅一笔勾销，还要对你生出滔天的怨恨。这是谁造成的？是他贪得无厌，但推波助澜的那个帮凶就是你自己呀。很多老人家也是一样，拿着自己那点可怜的养老金，无底线的去填儿女的无底洞。儿子创业失败要钱，给女儿要买学区房缺首付，给亲戚3天2头来打秋风，借钱不还，你咬着牙也给，你为什么不敢拒绝？真的是因为你慈悲吗？你们自己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很多时候你是因为好面子，你心里其实100个不愿意，但是你怕你怕别人说你不够意思，怕儿女甩脸色说你不爱他们，怕破坏了自己维持了一辈子的那个善良人的虚假形象。你这不叫慈悲，你这是逃避冲突，你是在用花钱的方式买自己心理上的片刻安宁。但是天地间的因果会放过你吗？不会的。你把钱借给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你以为是帮他渡过难关，其实你剥夺了他自己去面对困难去成长的机会。他本来应该在泥潭里摔个跟头学点教训，结果你垫在下面当了人肉垫子，最后呢，他不仅学不会走路，还会踩着你的骨头往上爬。所以这第3个步，大家一定要刻在骨头缝里，坚决不对贪得无厌的人无底线的付出。你要学会在利益和物质面前干脆利落地斩断恶缘。下一次再有人厚着脸皮来找你白嫖，那些借钱不还的烂亲戚再来哭穷，你怎么做的？你不要支支吾吾，也不要解释一大堆去博取同情，你只需要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清清楚楚地说一句，这笔钱我不能借，或者这件事我帮不了，就这一句话，像一把金刚刀一样，咔嚓一下斩断你们之间的共业。他要是因此跟你翻脸，甚至破口大骂，你不但不要伤心，你还得在心里感谢老天爷，终于帮你把这种寄生虫从生命里剔除出去了。真正的关系绝对承受得起你的一句拒绝。凡是因为一句拒绝就翻脸的人，他本来就是来吸你的血的。你狠下心来，断了他的贪念，让他必须去面对自己种下的因，去碰个头破血流，这才是真正的行大善，才是带着智慧的慈悲。对外人对亲眷咱们知道不能无底线的给了，可是在世俗社会里，咱们天天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时候你不招惹别人，别人非要来试探你算计你，这又该怎么办？咱们接下来的这第4条红线，就来讲讲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抵御小人算计的最强盾牌。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心眼实在，不管是去公园遛弯，还是去菜市场买菜，碰到个熟人或者刚认识没几天的街坊，只要人家冲你笑一笑，递给你一把瓜子，你这心里的防线就全盘崩溃了。人家随便问一句，老李你每个月退休金拿多少儿媳妇对你孝顺不孝顺你倒好，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全倒出来了。存款多少，儿子在哪上班，自己身上有什么慢病，你连底裤都给人看穿了。你一边说，一边还觉得自己特真诚，觉得人与人之间就应该敞开心扉。我告诉你们，这绝对不叫真诚，这叫糊涂。你要晓得，
人性里头有一个极其残忍的地方，当一个人把你看得透透的，知道你有多大能耐，知道你最怕什么，知道你家里那点烂包事之后，他对你不仅不会有同情，他反而会对你失去最起码的敬畏。他心里一盘算，原来这老头底子这么薄，原来他跟儿子关系这么差，那我还怕他干什么？以后小区里有什么烂摊子，什么黑锅，不甩给他甩给谁？你把底牌亮得太早太彻底，你就成了一张人人都敢踩一脚的透明纸。咱们老祖宗历来讲究君子藏气于身，待时而动。什么叫藏气？就是你得深藏不露。我给你们讲个咱们历史上惊心动魄的真事，你们听听看，真正的高手到了生死关头是怎么捂住自己底牌的。大汉朝刚建立的时候，长乐宫里传出一声丧钟，那是吕后把韩信给杀了。消息传到丞相萧何的府上，萧何端着茶杯的手猛地一哆嗦，茶水洒了一地。没过几天，正在前线打仗的皇帝刘邦派了使者快马加鞭赶回长安，给萧何送了一份大礼，加封萧何，并且特意拨了500名披甲带刀的精锐士兵，说是给丞相当贴身卫队。满院子的门客官员都跑来给萧何道贺，说丞相胜券阵容。可是有个叫昭平的门客一把拉住萧何的袖子，脸色铁青，压低了嗓子说：相国，大祸临头了。萧何一愣，后背瞬间进出一层白毛汗。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了。皇帝在外面风餐露宿打仗，韩信刚造反被杀，皇帝现在是看谁都像反贼。萧何坐镇京城，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老百姓提起萧何，那是感恩戴德，恨不得给他立生祠。在刘邦眼里，这500个带刀护卫哪里是来保护你的，这是来监视你的。皇帝是在试探萧何的底线。你萧何名声这么好，要是你登高一呼，这天下到底是姓刘还是姓萧？换做一般人，这时候底牌早就乱了，肯定赶紧写奏折表忠心，或者把家产全交出去。萧何怎么做，他绝不辩解，他立刻派手下人出去，到长安城最繁华的地方，强行低价去买老百姓的良田宅基地，给的钱少得可怜，态度还极其蛮横。这下子可好，长安城的老百姓不干了，指着萧何的丞相府破口大骂。嘿，原来萧何也是个贪得无厌的老狗。萧何的名声一夜之间臭不可闻，等到刘邦打完仗回长安，还没进城门呢，就被一群衣衫褴褛的老百姓给拦住了。老百姓跪在地上哭天抢地，地上状纸全都是告萧何强买民田的。刘邦接过状纸，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不仅没生气，反而仰起头哈哈大笑起来。回宫之后，刘邦把那些状纸啪的一下扔在萧何面前，笑骂道：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你自己去跟老百姓赔礼道歉去吧。就在那一刻，萧何跪在地上，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这条命，全家老小的命算是保住了。诸位，你想想看，萧何为什么要自毁名节？因为他太懂人性了。你光芒万丈，毫无瑕疵，那就是你最致命的底牌。皇帝怕的就是你的完美，怕的就是你深不见底。萧何主动给自己泼脏水，暴露一个贪财的假底牌，把最核心的实力和忠心死死捂住，这就叫深藏不露，这就叫智慧。咱们普通老百姓虽然不用去强买民田，但这个藏的功夫必须要学。逢人只说3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不是教你去诈骗，去算计别人，
而是教你怎么保全自己。别人来套你的话，问你家里存了多少钱，你就笑笑说，嗨，这年头物价高，刚刚够吃个糊口饭。别人来打听你儿女的隐私，你就打个哈哈，年轻人的事，咱们老骨头哪管得了那么多。你不说透，别人就摸不清你的深浅。人对于摸不清深浅的东西，天生就有一种敬畏。我常常讲，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比什么铜墙铁壁都管用。这道屏障叫什么？叫静默。有些老头老太太一见人就爱巴拉巴拉说个不停，生怕场面冷下来，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好相处，这大错特错了。当别人试图拿话挑逗你，或者用尖酸刻薄的语气试探你的时候，你不需要马上跳起来跟他对骂，你更不需要低声下气的去迎合，你就那么平平静静的看着他的眼睛，闭上嘴，什么都不说。你这3秒钟的静默，能把对方心里的底气全给抽干。他不知道你心里在盘算什么，不知道你背后到底有多大的能量，他心里就会发毛，他就绝对不敢再往下迈一步。你把自己的嘴管住了，把自己的底牌藏好了，你在这个世道上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因为没有破绽，所以无懈可击。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底牌藏得好好的，不去招惹是非，但偏偏就有些瞎了眼的烂人，得寸进尺的小人，非要骑到你的脖子上拉屎，逼到了你的绝路上，这又该怎么办？还能继续忍吗？还能继续静默吗？绝对不行。咱们接下来这第5条红线就教大家，当别人踩上门来的时候，你怎么用雷霆手段给他立一个不敢再犯的规矩。很多老人家一辈子有个误区，总觉得跟人起了冲突，只要自己先低个头，赔个笑脸，说2句软话，这事儿就算和气生财了。你想想看，你越是讨好，别人心里是怎么看你的？他会在心里想，哎呦，这老家伙是个软骨头啊，我踩他一脚，他不但不叫唤，还冲我摇尾巴呢。你这不是在化解矛盾，你这是在变相的鼓励他，下一次踩得更狠。佛法讲得很清楚，菩萨是有第一枚慈悲相，但遇到那些冥顽不灵、作恶多端的妖魔鬼怪，菩萨也要显现出金刚怒目的法相。你光有慈悲，像没有雷霆手段，你的善良就是别人眼里的笑话。咱们老祖宗遇到这种被人欺负到头上的事是怎么做的？我给你们讲讲晚清时候的左宗棠。那时候洋人带着枪炮占了咱们西北的大片疆土，气焰嚣张得不得了。朝廷里那些平时满嘴仁义道德的大官们全吓破了胆，以李鸿章为首的一帮人天天在朝堂上劝皇帝，算了吧，西北那是不毛之地，丢了就丢了吧，咱们去给洋人赔个笑脸，说说好话，多给点银子，别把事情闹大了。他们以为委屈自己，讨好洋人就能换来太平。这时候左宗棠站出来了，他当时已经快70岁了，一身的病，连骑马都费劲，但他把桌子一拍，梗着脖子怒吼，这地界1寸都不能让。左宗棠绝不讨好任何人，他不光要打，他还要让全天下，让那些洋人看看他的底线在哪。出征那一天，大漠里刮着惨黄的狂风，沙子打在人脸上生疼。左宗棠骑在高头大马上，咳嗽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但他身后没跟着什么金银珠宝，而是让8个光膀子的大汉用粗麻绳抬着一口漆黑厚实的楠木大棺材。那棺材往大军阵前咚的一砸，激起一地的黄沙。左宗棠抽出刀，指着那口黑棺材，对着全军
也是对着对面的洋人放了话：老夫今日西征，要么把地盘收回来，要么就把老夫的尸骨装进这口棺材里拉回去。这一招叫什么？这就叫金刚怒目，这就叫绝不讨好。对面的洋人一看全傻眼了，他们原本在心里权衡过，觉得朝廷软弱，随便吓唬吓唬就能占大便宜，结果一看这干瘦的老头连棺材都自己备好了，这是要拿命来换。洋人一盘算，这仗打下去成本太高了，根本划不来，军心直接就先溃散了一大半，最后硬生生被左宗棠逼退，把丢掉的疆土全吐了出来。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世间的人性，无论是洋人还是你身边那些胡搅蛮缠的邻居亲戚，底层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所有欺负你的人都是在试探你的底线。你现在年纪大了，不需要你抬着棺材去跟人拼命，但你身上必须得有左宗棠一股子绝不讨好的刚气。孔老夫子当年被人问到，如果别人打了我用道德和善意去回报他，行不行？老夫子怎么说？以之报怨。别人无缘无故欺负你，你还去讨好他，那你拿什么去回报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你必须用正直，用规矩狠狠地回击过去。现实生活里怎么做？我教你们2个具体管用的法子。第一个，眼神和体态要稳，下一次再有亲戚借钱不还还说风凉话，再有邻居占你家便宜还嫌你小气，你不要唯唯诺诺地缩着脖子，你把腰板挺直了，手不要在衣服上搓来搓去，那叫神气涣散。你抬起头，眼睛死死地平平静静地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一眨都不要眨。我告诉你们，很多人是心虚的，你这定海神针一样的目光一扫过去，他立马就觉得你气场变了，他说话的底气自然就泄了。第2个法子，学会礼尚往来。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你提出无理要求，你不仅要拒绝，你还要给他增加成本。比如有个平时总爱占便宜的人，突然指使你，老王，你去跑一趟，帮我把那箱矿泉水搬上来。你马上似笑非笑地回他一句，好啊，没问题，不过我正好口渴了，你先下楼去拐角那个超市，帮我买瓶热茶上来，我喝完就去给你搬。你看看他去不去？他100%不去。他一拒绝你，你立刻就能光明正大地回绝他，你这就等于给他立下了规矩。你想使唤我可以，那你也得付出代价。他心里一盘算，觉得在你这讨不到便宜还要搭功夫，以后绝对不敢再来招惹你。这就是不委屈不讨好，敢于亮剑的锋芒。你不去伤人，但你的底线是一张带电的铁网，谁碰谁知道疼。诸位啊，咱们讲到这里，外面的人情世故利益纠葛，这5条红线咱们算是理清楚了。不接别人的情绪垃圾，不越界干涉别人的因果，不无底线的去付出，不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还有绝不委屈讨好。你把这5招用好了，你这家庭的外围风水算是彻底稳固了。一般的牛鬼蛇神根本进不了你的身，但是这就算彻底安全了吗？没有。我告诉你们，外贼易打，家贼难防。这个家贼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的这颗心。前5步都是对外的，这最核心最要命的一步是对内的。如果你降服不了你自己心里的那个贼，你前面布下的防御全都会从内部瓦解。那么这个内心的贼到底是什么？咱们又该怎么日常修心，养足咱们的精气神呢？很多人平时防外面的人防得像铁桶一样，结果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心神却散得一塌糊涂。
你前面布下的那些防御，你学会的那些拒绝别人的招数，如果没有内心的力量做支撑，最后全都会从内部瓦解。为什么？因为在咱们每个人的心里头都藏着一个世界上最隐秘最危险的敌人。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个敌人就叫我执。一听到我执，很多老人家觉得这不就是自私吗？不对，我执要是就只是自私，只是贪得无厌，那倒好办了，你一眼就能认出他来，一刀就能砍下去。可怕就可怕在咱们老年人心里的这个我执，他太会伪装了，他从来不张牙舞爪，他永远穿着最柔软的衣服，用最体贴你最习惯的声音在你耳朵边上说话。你想想看，当你想狠下心拒绝那个吸血鬼亲戚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不是会跑出来说，算了吧，万一伤了和气呢？等一下再拒绝吧。当你知道自己该把注意力收回来，别再去管儿女闲事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不是又在说，这毕竟是我亲生的，我再管最后一次，明天我肯定放手。当你觉得今天跟人聊八卦，听人抱怨，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那个声音又会安慰你，别那么计较了，人老了总得有个伴儿，忍忍就过去了。你们要晓得，每一次你说等一下，算了吧，明天再说，你以为你是在善待自己，心疼自己，大错特错。你只是在纵容那个把你困在烂泥里的习惯，你只是在逃避那些真正能让你成长的时刻。这就是对自己的溺爱。这5条红线，前4条都是教你怎么对外人心狠，但这最后最关键的一条是教你必须对自己的我直下狠手。如果不斩断心里这个惯于找借口、惯于拖延的毒瘤，你学再多防身术都是白搭。那么咱们普通人在家里每天过日子，怎么去对付这个家贼，怎么修这颗心，把精气神给聚起来，我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具体，照着做就能立竿见影的保命3招。第1招叫独处与复盘。我常常讲，现在的老年人比年轻人还怕孤独，回到家哪怕不看也要把电视机开着听个响，一天到晚捧着手机在那些群里看家长里短，这就叫心绪不宁，这就叫精神外散。你要想守住好风水，第一步必须学会静下来。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睡觉前抽出10分钟，就10分钟，把电视关了，手机扔到客厅去，你一个人坐在卧室床沿上，或者坐在阳台的椅子上，闭上眼睛，不要想明天要买什么菜，也不要想孙子考了多少分，你就在脑子里过一遍今天这一天。你问自己3个问题：今天哪个人哪句话让我觉得心里闷得慌，被掏空了？当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出现的时候，我有没有像个烂好人一样陪笑脸，忽略了自己该设的底线？明天如果再遇到这个人这件事，我是继续忍气吞声，还是当场掉头走人？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复盘，你就永远是糊涂账。你这10分钟的静坐反省，就是在打扫你内心的道场。你把今天染上的阴气晦气，通过这10分钟的觉察，清清楚楚地挑出来扔掉，绝不让它留在心里过夜，这就叫慎独的真功夫。第2招叫转念。很多老人家一生的病不是累出来的，是气出来的。今天被卖菜的坑了2毛钱，气半天，明天听说谁谁谁在背后说自己坏话，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你这叫什么？你这就叫主动把自己的命门交到别人手里，任由别人拉扯。什么叫转念？别人算计了你一下，你没防住，吃了亏，普通人会怎么想？哎呀，这世道太坏了，我怎么这么倒霉？
然后陷入无尽的抱怨里。有定力的人怎么转念？你马上在心里告诉自己，老天爷这是借着这个小人的手来提醒我底线没守住啊！我得感谢他给我上了一课，这点亏就当是交了学费，下次我这道防线就焊死了。你这样一想，心胸瞬间就敞亮了。原本那件让你心头堵得慌的倒霉事，在你的转念之下，立刻变成了提升你智慧的垫脚石，烦恼立刻就变成了菩提。这就叫有定力。外面的八面来风再也吹不动你心里的定海神针。第三招也是最根本的一招，叫养足浩然正气。你仔细去观察那些一天到晚被人欺负、被人算计的人，你看他走路的姿势，看他说话的神态，是不是总是含胸拔背，眼神躲躲闪闪，唉声叹气？为什么？因为他里头的气瘪了。中医里把人的根本归结为3个字：精气神。你每天操心儿女，这叫耗神；你每天听邻居倒苦水，这叫泄气；你整夜睡不着觉，这叫损精。你精气神全败光了，你走在马路上，浑身上下散发的都是一种我很软弱，我很好欺负的衰气。那个欺软怕硬的小人，大老远闻到这股味儿，就跑来拿捏你了。所以想要别人不敢招惹你，你的养气怎么养？不用你去深山老林里打坐，该吃饭的时候，你就一心一意地把饭嚼出甜味来，别满脑子想着家里的破事。该睡觉的时候，不管天塌下来，沾枕头就睡，遇事不慌。走路把腰板挺直，说话声音不用太大，但要吐字清晰，落地有声。这就好比一个房间，如果你把门窗关得死死的，里面全是阴暗潮湿，老鼠蟑螂自然就跑进来做窝了。但只要你把窗户打开，让外头那金灿灿的阳光哗的一下照进来，那些阴暗角落里的脏东西不用你去赶，它自己就吓得逃之夭夭了。你养足了这一身的浩然正气，你的心定了，你的眼神亮了，你不怒自威的那个磁场就建立起来了。到时候别说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不敢来试探你，就连好运和福报也会不由自主地被你吸引过来。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很多朋友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有时候听完出门一刮风就忘了，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保命的要诀。第一，别人来倒苦水抱怨，赶紧站起来找借口走人，坚决不当情绪垃圾桶。第二，儿女亲戚的因果闲事，坚决不越界去管，个人业力个人担。第三，遇到贪得无厌的人来要钱要好处，时时捂住钱包，绝不无底线付出。第四，逢人只说3分话，别傻乎乎的把家底和软肋全亮给别人看。第五，别人欺负到头上，别委屈自己去赔笑脸，挺直腰板，该回击就回击。下面这几步你每天一定要照着做，白天该吃吃，该睡睡，遇到小人算计，立马转念，当成是老天爷给你上的防身课，别去生闷气。到了晚上，睡前关掉手机，安安静静坐上10分钟，在脑子里复盘一下白天的事，把心里的杂念浊气全排干净。你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世上最好的风水其实根本不是你去找个先生看看坟地，看看阳宅，最好的风水是你自己的人心。一个人最大的改命，不是求神拜佛，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去的因。今天咱们关起门来说的这些话，你听进去了，心里亮堂了，这叫明理。但是光明理不行，
你得去行。怎么行呢？我告诉你们，法布施的功德是最大的。你今天把这个道理弄懂了，你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那些亲戚朋友，特别是那些还在为儿女操碎了心，还在被小人算计的整夜抹眼泪的老伙计们。这不是让你们去凑热闹，你这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这一句善意的提醒，可能就让他少造一场业，少走一条弯路，少拜一次家运。这就叫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帮别人点亮一盏灯，你也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子孙后代积攒大福报，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佛法讲得很清楚，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如果你觉得老朽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请你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就当是结个善缘。最后千万不要小看大家聚在一起的这个磁场，我希望你们看完之后都能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一句守住清净，福慧双增，也可以写一句斩断恶缘，遇难成祥。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形成的这个正向能量场，它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写下的每一句祈福，发出的每一个善念，最后都会清清楚楚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全家人的身上。